好，立法院这个委员会召委要不要礼让民众党啊？国民党里面听说炸锅哈，那现在说可能是卫环、交通，原来传出来是什么法治、司法了、财政了，现在说可能是卫环跟交通委员会啊。其实这两个委员会都是蛮热门的，大家都要抢去进这两个委员会的哈。传出来了，说为什么可以到交通委员会呢？有几个理由了。第一个是交通委员会原来内定的召集人叫陈雪生，马祖选出来已经同意了哦，好吧，就让他吧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呢，说因为这个委员会呢，民进党跟国民党7个，各7个委员。所以重要表决的时候呢，这一票民主党的一票还蛮重要的，这人家这样揣测了啊，到底实际原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交通？现在也不知道啊。那另外呢，但是呢，交通委员会里面国民党的委员叫黄建豪，鲁明哲已经说了，我只要支持陈雪生，我不支持民众党的林国成，民众党是林国成，林国成其实原来是亲民党的。哦，对，他算是比较偏蓝的了啊。最早是国民党了，当里长的时候，他当过里长啊。好，那到底是不是要给民众党林国成？那有媒体人说是跟 NCC 有关啊？为什么？因为将来 NCC 法案在交通委员会啊，如果7-7的时候，这一票投给谁？哦，当然国民党也可以讲说委员会不重要了，院会才最重要，最后还要送到院会来了啊。好，那民进党就讲风凉话了，民进党说啊，国民党巴不得送出去吗？干嘛礼让呢？哦，那巧芯也认为说交通委员会机会比较大啊。说呢，要礼让就是礼让高金啊。国民党立委会不会发生问题啊？召委会不会跑票？国民党立委呢，如果出尔反尔，有可能跑票，就是有些委员不同意啊。那另外呢，民进党谈说，你们只考虑到政治利益，没有考虑到全民福祉啊。那联合报今天甚至用社论来说，国民党礼让召委。民众党是不是接得起啊？那另外呢，民主基金会呢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等等再谈。我们先看这个召委的问题。立法院要在29号举行召委选举，不过传出国民党团有意要礼让民众党团一席召委，党内人士点交通委员会或卫环委员会或许有机会。我从来没有个人的意见，党团怎么规划我就遵照党团的意见去做。陈雪生认为不一定要第一个会期就当召委，林国成回应没接到党团指示，但若蓝营礼让他会感恩，但同委员会的蓝委坚决反对。我想在这个召委选举上，我个人目前还是先支持我们资深的委员陈雪生来担任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召委。当然，目前我来讲还是要尊重明天早上党团大会的决议。不止交委会有委员反弹，连卫环都是。2月1号会到立法院就职。卫环委员会国民党团拟推王玉敏担任召委，但国民党团这个会期着重的法案都在卫环。私下了解，王玉敏还跟党编傅昆萁讨论过，他没意愿要让出召委。到目前为止，明天要确定召委嘛，到目前并没有这个召委的推荐的召委的同意书，通知单给本党团。民众党的委员如果是第一次当立委，一下子接召委，议事规则程序都搞不清楚，我想大家还要深入考虑。想要给白银的善意，国民党立委背后反弹声浪一波接着一波。来，柯志恩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召委这个部分原则上是跟民众党有一个好好的合作，在法案上的合作，我觉得是毋庸置疑，所有的委员都会是，特别是我们现在是所谓的弱势的这个weak majority， 就是这个弱势的多数啊，所以跟民众党的合作，在议案的合作上，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但这个所谓的合作的管道非常的多，是否要用召委来表示说我们愿意跟他来合作？我觉得这个每个委员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特别是。很重要的部分嘛，因为很多除了黄国昌当过立委之外，其他人没有当过这个所谓的召委，没有当过立委。那召委要排案，还要审议、主持会议，这等等，我们任何一个第一次到委员会去人都会先观看，观看完之后再来看看怎么样。有8个会期，是否要在第一个会期来做这样的一个礼让？我觉得这个是有讨论的空间。那一天在共识营当中，我亲自在场，我说实在的，是有非常多的委员，他们认为说能够授权给3长去跟民众党做一个很好的沟通，他们举手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缘由。那今天
只要一提出来说要让出一个召委，然后召委是可能落在财政人全部跳追，因为他会对他们的选民要交代，马上又说那可能会是到这个所谓的卫环，因为陈昭之他提出来这个案件，搞不好跟我们这个召委可能可以切合，又开始有人炸锅了。那最后可能到交通，那交通很多人就开始问嘛，因为陈雪生委员，还有包括傅昆萁委员，还有包括这个林国成委员，他们可能都是过去都曾经在亲民党有共事过，会不会这样？所以有套处有非常多的一个说法，但是以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还是会问礼让的部分是你们要提出合作什么样的案件？如果我们今天把所有要合作的案件全部条列出来，然后呢，你民众党愿意来支持这样的案件，然后我们也觉得这是可以，在有案件的条文之下面，我们再来谈细部，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具体。如果你今天都没有，只是马上就谈出说要让哪个召委，这个东西其实不仅是党员，对社会来说，包括对民众党来说，他们是不是也会愿意这样来买单，然后从此就跟国民党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都有太多的疑问存在了。我先讲一下党团这边的道理哈。其实要礼让这件事情呢，它不是没有一个逻辑跟道理，就是乱礼让一通。我要先讲这个部分，就是呢，因为当我们在立法院里面，我们要支持韩国瑜跟江启臣2位做立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的时候，我们实质在委员会的运作是少2席的。好，所以我们在立法院里面一般性来讲的这个投票好了，基本上呢，我们就算好51民进党嘛，然后52国民党跟8票的民众党，所以我们实质上其实没有赢民进党太多席，尤其在重大法案要表决的时候，我们总不希望让院长他也要参与进来这个表决。如果能够52席就能够赢的话呢，那当然就是以52席的这个表决为主，好，我们不会去奢求说要到54席的这个表决。好，那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刚刚志恩委员讲到的脆弱多数。所以说，希望在表决的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法案，这8席能够来支持我们，以防万一，好去拉保险。因为如果今天甲级动员，我举个例子，金门、马祖他们班机飞不回来，有任何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可能在表决上面重要的法案就输给民进党了。这是党团从大局来讲的这个考量。好，确实，如果能够在法案上面有相互关系，能够合作的话，那他这样子的论述是有道理跟有意义的。但其实为什么民众他们会包含我们的选民他们会很炸锅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担心我们理念想法真的一样吗？他们担心说，那今天即便是礼让了1席召委，在表决的时候，他们会支持我们吗？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国民党的主张是要恢复特侦组。那如果我们特侦组相关的法案要表决的时候，很有可能无论今天礼让1席召委、2席召委，会不会全都让了？但实际上面，民众党他们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无可厚非啊。我们也不会去责怪民众党，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跟一个独立的个体嘛。那反过来说，在一些国会改革共通的这个法案上面，比如说调查权，我们假设说我们提出调查权的这个相关的法案、听证权的法案，跟民众党的想法一致。他也不会因为我们有没有礼让他这1席，他就说我不要支持了，我不要投票了，因为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回去还要面临他的党员的检视跟检验嘛。对，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我觉得今天如果因为党团应该已经目前，因为当时共识也有举手表决嘛，确定要礼让1席。那假设是说在交通委员会的话，我的建议因为我们务实处理问题啦，我们的建议是，那 NCC 的这个案子上面，未来的召委林国成委员他的想法跟国民党有没有一致，这是最关键的。我们不能只说要礼让对方，但没有跟对方沟通后续法案的大家的相似之处跟不同之处。所以如果说 NCC 这1席林国成委员他是会排，包含是 NCC 的专案报告对中天案的这个想法有没有跟我们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样，那你让了这1席召委之后，对国民党的排案进程来说会有影响。但如果有一样的话，在交通委员会里面可以掌握多1席。那假设说在整个院会里面能够多8席，这个党团的想法比较理想派是这样走的话，那你才有一个理由可以跟民众做说明。志轩，这个其实这2天这个议题，民众党真的是我坦白讲有点无辜哦。这个我们其实包括我个人，我的粉专就被很多国民党支持来攻击。那因为从头到尾，其实民众党并没有开口说我们希望可以跟你们要1席召委这件事情。那在我看来，个人的看法，这个很多是国民党内部里面的矛盾，或者是可能彼此意见不同。好，那在这个
我民众党的立场很简单，就是改革比位置重要。我相信我们所有党公职一直不断的在重复这句话，那我们也是真的这样子认为，法案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有没有当召委，当然召委你可以说很重要，它可以排你们的这个议程，但是换句话讲回来。我也认为，其实你不是召委，你也是可以推动很多我们希望可以推动改革法案。那我相信，只要是国民党也认同的，大家彼此是可以合作的。世轩，你这样讲就是不给他们台阶下。不，然后呢，再来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我看到台中的黄建豪委员，其实我是可以理解这几个委员他们这样的发言，因为基于国民党基层他可能支持者的反弹力道，让他有所压力。但是我也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比如说像建豪委员他的选区北屯，当初我们评估这个地方要提名立委，后来。建豪议员是一个年轻的议员，优秀的人才，他要选举，甚至柯文哲也帮忙他。你的选票里面结构有很多也是民众党的支持者跟年轻人，所以不要忘记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其实不管礼拜四选出来怎么样，针对这个未来要改革的，比如说刚刚巧倩提到的听证权啦，这个财务公开透明啦，这些大家认同的事情，大家彼此去合作，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对不起，赵大哥，我最后补充，像这个李乾龙前国民党的秘书长，他也有讲。这个应该，这为什么要让国民党学不会等等，这种是比较激烈的言论。我其实会一头雾水。我过年才去千社宫走庙，他才亲自跟我跟黄国昌讲说，立法院你们要多多合作，能够合作的时候合作。可他今天讲这个话，就并不是让蓝白有一个好的关系。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立法院，在野党好好合作，绝对是大家想要看到的。不，基本上了哈，你合作有100个理由，不合作100个理由啊，大家都可以讲。但是有一点我是反对的啊，国民党今天不能说。你民众党都没有要，我干嘛给你？我们怎么可以讲这个话？我不是拿热脸贴冷屁股，他民众党怎么跟你要啊？他跟你要，你不给他，不打自己耳光吗？他当然不能说要跟你要嘛，你要你表示善意，而不是由他来跟你要啊。今天不少国民党人说，你真的没有要啊，你干嘛给人家呢？他能跟你要吗？你自己想，他怎么可能跟你要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民主基金会啊，因为按照惯例都是立法院长来做了啊。陈水扁当这个总统的时候呢，也是让王金平去做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啊。那但是呢，现在好像民进党有人有意见了哈。那王宏威就说啊，这是民进党的小金库啊，因为呢有些钱是给民进党啊。他就问一个问题了，他比如说民进党的政党每年要申报嘛经费，这边有一个其他补助款收入啊。那其他补助款收入呢？1700多万。那其他补助款是什么呢？他就讲说，国民党在这个他的财产就有说，民主基金会补助他1164万。国民党有很清楚，这是民主基金会给我的。那为什么民进党都不敢报呢？那这个钱是不是这个钱呢？他提出疑问啊。另外呢，他也提出一些申请的人，有80万的、20万的、10万的、50万的、40万、40万、40万、20万的啊。基本上，这就是民进党的委员或是民进党的人士去跟民主基金会申请的了哈。那到底怎样啊？这引起大家这个蛮大的讨论的。那另外呢，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头是讲说，台中市要标这个抵废地了，内政部说不行哦，说这个地要盖社会住宅。那台中市就说了，奇怪呢，对不对？那你林佳龙当市长怎么可以？为什么我现在就不行？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房地产界也反对了，所以因为这个地的这个底价比一般的市价多20%，所以会不会担心这个地一卖以后呢，旁边的地价也跟着涨，变成一个定锚作用或是锚定作用哈。那专家是说呢，市场决定的，不是底价能够定的，你就算定了底价出来价钱不一定照着底价啊，这是有些人这样看了哈。那内政部呢，这个说要缓一点。那今天最新的消息，内政部说你卖给我好了。你卖给中央，我来盖社会住宅，或来盖别的，你不要卖给这个老百姓等等，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台中市长卢秀燕228出席和平纪念追思会，不过最近遭到绿营炮轰连连，就属这件事。因为他批评我们的数字，说我们卖太多，就发现是拿全国的数字当做台中市的数字。那我想说，有道歉就好了。我们今天纪念228，用爱包容。台中市府公告标售第13期大庆和14期美和庄湿地重划区抵废地，总共123笔土地，底价超过200亿，被内政部长点名是在炒房，应该把地拿来盖社宅，但地政局长反驳，卖的根本不是社宅地。
曾经有发生过对地方的重划标售有意见的？没有，我从事公务生涯42年没有。不过我们非常感谢部长的提醒跟关心。暗酸中央对台中市府太关切，林右昌态度也才很硬。跟他们地政局长所回应的，我觉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我们内政部昨天并没有说他们标售的是社会住宅的用地。我们的意思是说，既然你有这么多的一个抵废地，你也可以专案让售给中央政府。林右昌补充，台中市是房价负担第3高的城市，把底价定这么高，是否有带动房价的可能性？绿营立委也紧咬标售议题，狂轰卢秀燕。蓝营立委也群起反攻，是否依法行政？中央一直公文干预地方自治。高雄市在台积电设厂后，去年也分批标售土地，就没有如此被关切。加上之前台中市食安处验出台糖肉品含瘦肉精西布特罗，中央也指出程序有错，似乎一根针在眼中，怎么看都有问题。好，乃金，他这件事情啊，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赖正义嘛，他提出来，然后内政部呢，就这么的配合这个建商的这个意见。当然，这个赖正义先生很重要了哈，就在这个整个的房地产的这个市场上面，他在工商界呢也很有分量。只是因为他这样子的出手呢，一打呢就打这个台中市政府，已经接连的从这个食安的事件到这个为了抵废地的事情，好像中央呢现在呢就是冲着这个卢秀燕市长而来，是不是会把卢秀燕呢已经锁定在未来的2028的一个人选呢？当然就会起大家很多这样政治上面的联想啊，因为呢。这样子卖这个抵废地呢，并不是台中市，并不是第一个嘛哈。过去的林佳龙啊，或者高雄市政府，他们也都卖了很多次哈。那你说这个它的标高，它那个价钱到底有没有说是有超过？然后呢，会有炒房价的这个问题。我看到这个房仲业者也讲，就说你抵废地呢，你如果说标的太低啊，你公开标售的价格太低，其实承办的人员也会被落入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说，哇，你是不是贱卖土地，然后图利特定的这个建商？那我还不如就说我把它比较符合市场价格，然后来卖出的话呢，这个对于等于是说，对于市府来讲，还有对于因为它这是都市重划嘛哈，那你这个对于市府来讲，我可以得到比较高的一个这个价格的之后，我可以对于我在其他的还利息啊这个部分，它也可以得到它的在那个市政上面的这个支出，然后对于这个你原来的这个地主哈，他可以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价钱，对于地主来讲，他也是获益的呀。所以说呢，今天呢。台中市政府这样的出手，然后内政部呢这样子的这个回应，会让人家产生很多政治联想。不过下一步倒是说，今天内政部讲出来说，那你卖给我，好，你卖给我，我们来盖这个社会住宅。因为台中市政府已经讲了哈，就说这一块地呢，它原来它不是这个社会住宅的用地嘛哈。那现在呢，你这个中央政府出了这一招，那你是要依照它现在公告的这个价格。以这个你认为比较高的价格买回去来做，那你的这个政府哪有钱呢？还不是我们人民的纳税钱？这个账要怎么算呢？不过我觉得现在理清这个事情也不会很困难啊。对，林右昌去批评，好像这个地方本来应该盖社会宅，那就要查一件事情：全台湾台中市在卢秀燕主政之下。盖的社会住宅有比其他的县市少吗？答案应该是没有哦，没有哦。那没有你针对卢秀燕呢，人家就觉得说，你们是发动一个先发制人的攻击吗？要阻挡卢秀燕下次出来选总统吗？然后就会有这种联想嘛。哦，第二个就是说，你说这个有什么定锚作用啊？你刚刚讲啊，说因为它那个价钱定价很高，所以整个会附近的地产商都反对。你要把那个价钱给炒高，就是台湾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嘛，这个市场自己会去决定嘛。如果高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人去买啊；如果高但是有价值的，就会去买啊。最重要一件事，我的感觉，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要有一个分际啦。你看，在美国，德州跟中央现在就杠上了，就针对那个边境的问题，你中央政府敢怎么样？好，你也派了你的军队，你联邦军队敢针对德州的国民兵动手吗？也不敢嘛。哦，所以我觉得
中央有全国一致的事务，由你中央来管理。台中市要不要改社会宅？这个很显然是地方的事务嘛，你干涉这么多干什么？如果说他盖的社会住宅不够多，那你民进党在台中市的市议，你可以发动攻击嘛？你有问过全台湾历史这么多年来，有没有一个内政部长去抛封一个县市，只因为他要卖地，只因为他觉得说这块地应该当社会住宅？没有嘛？答案是没有嘛？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针对性就太强了嘛。好吧，基本上如果我的立场哦，我反对所有地方政府卖土地。我在竞选的时候，我的政见也是这样。很多年轻人问啊，为什么这我们都房子这么贵啊？为什么？因为土地很贵，建造成本没有那么贵。建造就算豪宅一坪最多造价20-30万、30-40万了不起的，一般的房子造价10万、15万就很多了。工人再涨，材料再涨，也就是这样。土地不断的涨，因为台湾没有什么土地嘛。那好，大陆现在经济很糟，对不对？那个地方政府一塌糊涂，房地产一塌糊涂。为什么？大陆地方政府也在卖地，当初了，对，他就靠这个卖地，地方才有收入嘛。台湾一样啊，就是台湾为什么地方政府在卖地？因为财政收支划分法，所以呢，中央集权，中央集钱，所以地方没钱。那没钱地方怎么办呢？卖地，土地重划，划了以后呢，想办法卖地啊，想办法这个卖地呢就得到很多的钱。那卖地有没有定到最后？当然有嘛！我跟很多建商谈过，本来这个土地一坪，不是信义计划区，原来一坪那么200万好了，台北政府一卖地，一坪飙到300万，哇，立刻起码都300万起跳了，就这样互相激荡。那台北政府也是看，不一定台北政府了，其他地方政府，民间这块地卖了280万，我不能比他少啊，我得要300万，所以大家互相炒，地价越炒越高，越炒越高啊！所以这个东西。要从财政收支划分法，怎么样地方有足够的财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不准卖，这是一个政策，你不能只不准台中市卖嘛，你全部都不可以卖，全中华民国都不可以卖地。那这个土地做什么？好好规划，土地卖出去就没有了。我们派了多少官员到新加坡，看一下新加坡怎么社会住宅盖那么好？为什么新加坡社会住宅盖那么好？为什么？土地是政府的嘛？新加坡土地是政府的。再加上公积金制度，一个员工薪水22.5%，我那个时候了，现在听说可能少一点，少不了太多了。22.5%，雇主22.5%，45%拿出来存起来是员工将来的退休金。我们现在劳保要亏什么6%，6%怎么不倒？人家是45%，少也是40%，对不对？那这个钱可以拿来作为买这个社会住宅，就是他们的祖屋的头期款，可以啊。就是前2天新加坡驻台的代表、副代表一起来看我，还一起讨论了他们的这些政策。他们说你怎么那么了解新加坡？我说我从20几岁就常常跑新加坡，因为我的工作关系，非常清楚新加坡整个制度。我们派一堆官员去，只要你土地不在政府手上，你学不了新加坡那个社会住宅政策，怎么可能？那你好不容易就有这么点地，还都把它给卖了，当然土地问题解决不了嘛。年轻人当然抱怨嘛。所以这一点要怎么解决？土地是稀有的资源，一出去就没有了。政府怎么掌控是非常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谢国良要告基隆市他那个东区停车场后来变成这个商场那内政部长李永昌是前基隆市长了他说呢，我不是我个人指控他吸毒了。因为谢国良那天晚上，谢国良就被他这样抹来抹去，很生气嘛。他自己主持了一个在网络上吧，直播了在网络上直播，然后直播大概比较激动甚至还指责了有一些基隆市议员，通常市长很少去指责市议员的了所以呢，林右昌就说你那个样子看起来是不是拉 K 了？是不是喝酒了？这怎么可以这样？这个是不是这个吸毒嗑药了？等等他说并不是我觉得了。是说，因为大家看了直播以后，认为是这样，所以我就讲了。大家我看了没觉得啊？我也没对，我也看了，我也没觉得。就你觉得？林右昌这样说了，因为他知道人家告他，这个要法院上你怎么讲呢？他用这个来推嘛那而且呢，谢国良本来说你这个礼拜道歉我就算了前后任不道歉所以谢国良说本周要告要控告那另外呢，就是到底这个商场产权是谁的？到底收了多少租金？
那我们的想法是说，你既然租给这个大日做停车场，那就是大日就是我的客户嘛。那大日再转租给这个 Net， 那能不能转租？转租合不合理？转租到底收了多少钱？这个钱是大日拿了，还是基隆市政府拿？还是基隆市政府也拿了，但中间也拿了帽子？不知道。那能不能把大日跟转租 Net 的合约公布给大家看一下？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大日租给 Net， 那 Net 呢盖的是2到4楼，那 Net 说那个产权应该是要登记的。那为什么当时好几年了，基隆政府都不登记那个产权？然后现在跟这个谢国良说，你6个月为什么不登记？那到底谁该登记这个产权？他拿到了建筑执照没有？拿到了使用执照没有？好，那所以呢，基隆政府现在就出示一个公文了，就是说这个叫优先订约，并不是原投资契约的延续，因为原投资就是5年，5年以后呢，你有优先订约权。我记得以前是5年，可以优先订。那可以优先订的优先订约，并不是原投资契约的延续，要另订新契约。5年到了。我可以大家合意说，你可以继续干，继续在5年，这个5年要另外订约，而不是这原来上面讲就是原来的约，就是以后的约了，不是啊。那这是根据呢这个促进这个促餐条例了促餐法，那等等大概是这样子啊。那好，那么而且呢要办理资产移转的点交作业都要有计划，有点交。基隆市政府。那林永昌说你鬼扯，基隆说反击他，说因为你怕未来弊案被侦办，所以转移焦点。你的说法一变再变那反正两边吵架嘛那另外呢，林永昌说谢国良1月31号沙盘推演，说警方追夜袭 Net， 就是你谢国良去指挥的你那天晚上有参加他们讨论指挥。那我看到谢国良是说，我是头一天有参加讨论，我市长要讨论。但那天晚上我没有去指挥他们我不是在那边指挥冲，我把它拆，我没有所以现在反正就所以呢，现在到底那谢国良就是林右昌就批谢国良，为什么不登记产权？谢国良批林右昌说，你这当了8年，你都不登记产权所以呢，谢国良说这个案子停车场有弊案 ，OT 有弊案 ，OT 怎么变成 ROT 呢？等等好吧，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为了东岸商场产权争议，林右昌、谢国良在杠上。针对他对我指控吸毒的部分，我们这一周就会完成地状的动作。我并不是我在指控他有没有吸毒，而是民众看到他直播的那个影像，大家都觉得说，谢市长那个是不是发疯的？说好了24号，没等到林右昌道歉就要告，谢国良终于有动作，倒是林右昌再爆料，2月1号警察夜闯 Net 是谢国良指挥。在1月31号的晚上，谢市长亲自主持过2次的应变会议跟沙盘的推演。我没有指挥警察去配合，我们前一天的确是有一些简报有讨论到。而基隆东岸商场产权争议，双方还是没交集。林右昌的说法一变再变，那他一直在鬼扯在谢国良指控林右昌为何没把2至4楼产权登记后，林右昌在基隆市长任内发言人发文反击，指合约中谢国良少看了5个字，营运届满后才能做产权移转。因为当初林右昌和大日公司续约到2023年12月31号，但类似2房东的大日公司和 Net 从2016年起签的租赁合约是到2025年12月31号，其中2楼到4楼是 Net 独资新建。在我的任内因为这个厂商他都在合法的经营的期限之内这个契约并没有届满。这种说法完全不合理。如果当初就完成登记了，现在还有产权纠纷这件事情吗？专访再澄清，只是最干脆的，是不是直接曝光合约以正视听？来，这个洪伟，其实这件事情，我说实话，这个基隆市政府跟大日或 Net 之间的这个产权的纠纷其实有他在法律方面的手段可以处理嘛。今天其实最大的争议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法律上面的争议没有处理，你就带来警察，然后晚上马上给冲进去破门而入。今天大家哗然的是这个画面嘛，其实是从这个画面开始，就是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有没有法院的强制执行令等等等的这个问题？所有人在讲的事情，是连那个黄志贤都开始跑出来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坦白说，我觉得谢国良市长现在一直出来讲，就甚至还开了一个记者会，说哇，我要明天重大宣布，就重大宣布跟大家说，我真的没有吸毒了哈。如果你再告我的话，我就去验尿哈。这是其实我觉得是他这整个处理的过程。我如果抹黑你，你可能也会去验尿。如果我抹黑你的话，我会请卢秀燕，我会找卢市长。你找卢市长干嘛？如果我今天抹黑你吸毒的话，你会不会告我？不一定哦。好，那以后大家知道了，以后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去抹黑洪申翰委员，反正他也不会怎么样。你可以抹黑我，没问题，可以，我给你这个特权。你是所有人抹黑你，你都不能告他啊，这样大家才能尽可能来抹黑你。你让我讲完嘛？你讲。我说今天在这个事情上很明显，大家看到的事情是，我觉得林右昌谢国良处理的进退失据嘛，一开始先无法交代到底为什么你又拿不到法院的强制执行令，你就带着警察冲进去，这一点是大家最质疑的事情，其实讲不清楚。那当然现在开始讲吸毒的事情，现在讲说这个产权登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化解不了民众对于那一天的那一幕，你到底凭什么？你到底基于什么？你到底在法律上面的合理性是什么？你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谢国良最该讲的事情是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决策有错误，那你就承认错误。那现在又在吵说没有当天晚上我没有指挥，我是前一天指挥的。这前一天指挥跟当天晚上指挥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认真说，现在谢国良越上媒体，现在上很多的媒体，越上，我觉得越有点让人家觉得你真的处理这个事情真的荒腔走板了。来，小新。我几个问题哦。其实这个事情分成2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产权纠纷，第二部分呢是政治语言。好，2件事情都很重要啊。今天产权纠纷它要走民事的官司去处理，最后你会看到结果的。甚至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案子，对 NET 不一定有利。好，打到最后才知道由法官来做裁决。另一部分是政治语言，比方说我要再一次的谴责林右昌，作为一个内政部长，竟然可以在没有证据之下指控一个基隆市的市长吸毒。他只是开一个直播，他可能很激动，因为他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批评我？任何人都可能会有情绪，难道有情绪等于吸毒吗？那我就觉得民进党可能很多人都吸毒，每天有情绪的人一大堆，我可以这样去做指控吗？我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所以林右昌他本来就应该为这件事情道歉，而不是去推成说那是别人说，那是网友说，那是大家说的，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内政部长？所以你看，前一个搞卢秀燕也是他在搞谢国良也是他在搞，我觉得这个内政部长现在做得非常离谱。好，那政治语言部分我们讲完了，我们回到产权纠纷的部分。第一个，当时很多人问说，为什么微风可以签20+10年？当时停车场管理修正说不要有经营权限的，要改成没有经营权限哦，最后改30年，是谁改的？大家知道吗？是民进党现在的基隆市党部主委，当时是市议员的改的，他们自己说要放宽到30年的。好，再来，市府当时跟大日签订5年的合约。为什么市府跟大日签5年合约，大日可以去跟 NET 签10年？所以我才讲嘛，这个案子去打官司下来，不见得会对 NET 是有利的。再来，产权登记的部分，产权才最重要。你去建了2到4楼，没错，你很辛苦。但是有产权就是有，没产权就是没有。林右昌2018年到现在，为什么你怠惰，你不去做产权登记，才会引发到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争议跟纠纷呢？再来，没有产权就是没有，很抱歉，你不管再怎么样说，当时的那个画面，这个警察如何走到法庭上面，大家就是依法论法，就事论事，法官就是按照谁有产权谁没有，这个产权属于谁来做决定。所以未必打到最后官司，不见得对 NET 有利，但我觉得对基隆市民是最难交代，因为本来按照市府的规划，不管你说 NET 好了，或是微风好了，微风也是一个很好的百货商场，在台北市我们也有微风，我们连那个很好笑，我们连李明的那个什么李林工作汇报哈，都办在微风广场里面，都是青木林。我每次走进去，怎么那么高级啊？这是什么地方？就是所以微风他们也会蹲青木林啊，然后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百货公司。未来不管对于基隆的市民，或是其他的这个市民去基隆观光的时候，我觉得
是很正向的发展。所以最遗憾的事情是林右昌他跑来介入这个事情，你前市长就前市长了，你已经离开了，你还要紧揪着你过去的政敌不放，然后还要去指控人家，说人家什么吸毒，讲这些有的没的，很糟糕。那最受伤的其实真的是可怜的基隆市民，被牵到政治里面，那不能让他们尽快的他们的商场里面可以看到新的广场能够成立啊。就微风因为在台北有好几个商场做的都不错了，所以我本来想说，如果能够到基隆去，然后这个办的还不错，尤其目前情况更要办好嘛，对不对？你办不好才跟他有口实嘛，办得好，那基隆市民可以看出来，哎 ，net 不错，微风非常好啊，所以呢，但是如果说都荒废在那边又打官司，荒废成不能动，就很可惜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哎呀，这个苏丹红，我现在都很紧张，因为只要这个有一点红，就想说苏丹红、辣椒粉啊，什么什么白胡椒粉也加，白胡椒怎么会有红的？都也有这东西啊，好吧？这个原来一个公司叫寄生，它的研发长为了能够到超商去上架，去篡改 SGS 的报告，这可不可恶？我们通常一个东西要为了给送到 SGS 去检验，一个东西都很多钱的，很贵的然后呢，那个报告出来就证明这个产品没有毒，没有添加这个，没有添加那个，他就要去篡改他报告 ，SGS 就应该告他，你搞什么鬼啊？法令下令把他收押，防他串证啊。那么徐小信说他也捐钱给刘建国所以呢，这个怎么回事？跟绿营有些人的交情匪浅啊。那所以他被曝是绿营金主了那现在他这个红辣椒粉已经流入全台湾都各方面都是那所以网络就说颜色对了就没事了苏丹红是苏丹绿，好吧？网友那另外呢，现在至少我们已经知道流向16厂商，16厂每个厂还再流到别的地方去陈建仁就说该查就查，该进就进，该罚就罚那这话所以都会讲那另外呢，而且现在这种东西都是地方政府查出来的。这都是地方查出来的那食药署说3月1号起检出苏丹红，就立刻停止输入，不准他进来了那另外呢，这个连鸭蛋黄、豆腐乳都被点名了因为很多东西里面都有蛋黄嘛，对不对？甚至咸蛋黄，要见红红的漂亮，有没有？好看啊！豆腐乳也是都好像说有辣椒嘛，对，所以现在只要有辣椒的，大家都很紧张，说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东西那之前呢，因为陈建仁去批评卢秀燕，才夸口说我们食安很好，有5环。现在看起来食安问题还蛮大的到底怎么回事食品渗入了，那是不是等于是谋杀别人？你看这个看起来很漂亮红的我们看一下。含有致癌物苏丹红的毒辣椒粉流入台湾市场，引发食安风暴。涉嫌变造 SGS 报告的寄生诚信负责人遭到立委踢爆，也就是雅士家董事长。寄生公司董事陈君任也是雅士家的监察人。而在2018年云林县长选举时，陈宏志就透过雅士家捐款20万给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检视了这个诚信负责人他的捐款记录，包含了在过去捐款给民进党籍，当时还是民进党的李进勇去选县长。在云林。第二个呢，是有一位同名同姓的，跟诚信负责人同名同姓的人，是捐款给云林的立法委员民进党的刘建国。致电李进勇截稿前没回应，中选会则表示非选务无评论。同样的名字也出现在民进党立委刘建国选立委与县长时的捐款名单，当事人喊冤只是同名同姓。陈建仁的态度是相当高傲的，所有的问题都推给马政府。推给个案，说不是系统性，我陈建仁做得很好，我民进党政府好棒。但当今天出现了民进党的金主，那是真正让苏丹红流入市面，而且伪造 SGS 检验报告的人的时候，请问民进党现在难道要晋升不说话了吗？同名同姓不同人，我们就是如实申报嘛。我们也没办法去了解说这个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确实他那个住址通通不一样然后电话也不一样食安5环又失灵，看守内阁上紧发条，到底怎么回事？来，世轩。这个我前一阵子这食安问题，我相信立法院这个是一级战场，那大家在吵这个议题。我印象很深刻，我看到陈建仁做这个食安报告的时候，他里面在讲说，经过我们的5环政策，蔡英文食安怎么样，讲一大堆，所以很多的系统性都变成了个案性。这件事情我最想问的就是，那这个是个案还是系统性？
这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食安照理9页里面骂马英九占了一半，都说马英九时候是发生食安性，他的时候没有，是推到马英九身上去。然后再这样看，像巧芯踢爆这个负责人陈宏志，又是这个绿油油。所以这样的事情，过去8年就是不断的在发生。那其实，在总统大选上面，或者地方选举，尤其地方选举，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民众对于这种事情的厌恶。这就叫寄生国家，我们还被骂寄生，怎么都没捐钱。看到这个我就气。我是觉得第一个，这个你要说他有一个捐这个10万20万啊，就好像就是民进党去怎么 cover 他，我觉得这倒没有，我觉得这很清楚是没有啦，就没有因为这个政治现金而有什么大家特别去 cover 他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觉得要先可以厘清的事情，但有捐是事实，现在在资料上面是看到，但我觉得这个之间不用再过度去做联想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这事情当然严重。我认为这个事情当然严重。你如果问我说这事情是个案性或系统性，我认为这事情应该就是系统性。已经那么多厂商了嘛。好，对，这事情就是系统性。所以我觉得现在该做的事情是，大家知道问题在哪里了，赶快去收拾。但我要说的是说，我这个当时在立法院的这个食安的报告里面，其实看到的状况是。我坦白说，我就前一段在讨论食安的这个过程里面，尤其是台糖的猪肉的问题里面，我真心觉得从一开始，我觉得有很多是政治语言。今天回到这个食安的问题，这个事情我觉得绝对必须该注意的事情，尤其它牵扯到的食品的厂商非常多，然后牵扯到的食品非常多，我是觉得大家现在就让这个食品的，我觉得是要回到这个专业部分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个食安5环，这是民进党最引以为傲。在2016年开始，每一次他们就看到他们的食安5环。可是我真的要问的，而且他们甚至还要说，为了预防性，他们是结合了农委会的副主任，还有包括卫环，还有包括环保，要开来这个事情。我要问这件事情，苏丹红这件事情，你们有启动会议来开吗？这是你们信誓旦旦要告诉我们的。还有，这到底是系统性的忽略？还是系统性的结构，这么一连串的事情过来，而且苏丹红，我说实在，我看到他放到那个夏威夷，那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到长大老的时候都很喜欢吃的，还有菜包饼，爷爷都有放这个，因为它让那个颜色变得很好看。我搞不好也是因为颜色我才去买它，就发现这些事情。竟然会造成我们这样食品的安全。最重要的是，民进党是以食安5环来赢得群众的一个关心。那像发生了这些的漏洞的话，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做一个解释。最重要是告诉我们未来是怎么样来防堵，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这是我们关切的嘛。因为食品色香味嘛，当然颜色是很重要的嘛。而且这个现在呢，它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呢，它已经累积下，你又不知道有多少的产品哈，因为呢。我们在对，然后呢，因为呢，食药署真的非常的奇怪，我们在这个边境查验的时候呢，已经发现这个大陆的辣椒粉里面呢就含有这个苏丹红，然后呢，他为什么不一次的就是一次的把它还逐批查？你不就是应该要全部的，就是要全部来检查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针对这次的事件。他去篡改那个报告，这个到底是存在多久了？我觉得这个也要讲清楚啊。其实当时在食安专报的时候，我有咨询陈建仁这个问题啊。我问他说：“你说呢？台中这个人要15天你查到以后15天不能公布哦。好，然后呢，你15天以后要先让厂商复外验完以后才能公布。苏丹红呢？苏丹红查到的时候有没有大家都是立刻公布的？这个回答不出来嘛？开始跟我扯别的什么？但因为他有溯源什么，那就没有15天嘛。所以我告诉大家，当时陈建仁一直讲15天，这是可恶在。如果苏丹红也要15天才公布，那就是大家再多吃15天。对，而且它量很大。这个事情只有在。